中国大陆在 WTO 起诉美国，台湾地区当局想加入，这一举动并非看热闹这么简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爽。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对中国的主要打压手段不是军事上的，也不是贸易战，而是芯片战争。美国的这种玩法在西方学者眼中被理解为新冷战，也就是中美既有对抗，又有竞争，还有合作。而中国应对美国的半导体领域的打压，并没有选择贸易报复，比如对美国实施稀土产品禁运，反而是选择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对美国提起诉讼，也就是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来解决中美贸易争端。这是中国避免中美产业脱钩，同时争取其他西方国家尊重和理解的有效办法。去年10月份，美国商务部发布对华芯片禁售令，涉及的内容包括高端芯片加工设备只要使用了美国的技术，都需要从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白宫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技术可能会被应用于解放军的现代化。2022年12月15日，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要求就美国芯片出口禁令进行磋商。俄罗斯于12月22日要求加入磋商。接下来，世贸组织如何裁决中国提起的申诉，又将直接关系着未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地区当局不但参加了美国所谓的民主供应链计划，还在世贸组织提起了加入美国芯片出口大陆禁令的磋商。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当局要在这场争端的解决机制中当一个吃瓜的群众。看到这里，很多人会以为台湾地区当局想借机以国家的身份彰显自己的地位，也就是刷存在感。其实我们还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因为台湾地区当局2002年就加入了世贸组织，一直就是非主权实体的身份。这次旁听也不能改变什么。按照台湾地区当局的说法，需要了解中美芯片争端将如何影响其双边贸易和世界市场中半导体产品的供需。台湾地区希望作为第三方观察磋商，以了解美国和中国大陆的立场和论点，并坚称参与不代表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加入磋商的请求旨在了解情况，以便该岛能够确保其战略产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台湾地区当局不忘强调，其推动民主供应链的立场仍然坚定不移。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地区当局的这种玩法呢？首先，台湾地区的确需要找到在中美竞争中的相处之道。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而美国在掌控着主要的芯片顶层技术。当美国决心对中国大陆进行战略打压时，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正在连带的利益受损。比如，在明知道没有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台积电不得不在美国投建3纳米芯片生产线。其次，台湾地区当局正在评估将芯片企业建在中国大陆的风险。台湾的芯片制造商大约占全球半导体收入的 26%， 并生产全球 61% 的16纳米以下的芯片。但是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目前都不愿意在中国大陆扩建芯片生产线。台积电在南京投资的28纳米成熟制程芯片，以投资美国的3纳米芯片生产线形成鲜明对比。只有了解世贸组织如何解决芯片禁运争端，才能方便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最后，台湾地区当局想借机彰显台湾岛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提升应对台海危机的筹码。蔡英文当局不止一次地表示，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危机，全球芯片产业链将面临一场灾难，并以此来要挟中国大陆，避免出现武统的情况。所以，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战争正是台湾地区当局彰显其影响力的机会，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当局想加入中美芯片争端的解决机制，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为了彰显自己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大陆目前尚没有拒绝其旁听，因为这并不影响我们采取什么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